大家好，我老肉。今天咱来说蚯蚓。那么蚯蚓虽然其貌不扬一点都不起眼，但是在所有地球生物当中，其实它地位非常高。比如英国有位历史学家叫克里斯托弗·劳埃德，他曾经评选过影响地球的100种生物，结果蚯蚓呢竟然排在了第1位，比什么蓝细菌智人蚊子、蚂蚁这些都要高。说它对地球生态包括人类世界的综合影响是最大的。当然，对蚯蚓的评价最有名的一句是达尔文说的。说达尔文研究蚯蚓陆陆续续研究了40多年。1881年，他生平的最后一本著作就是专门写给蚯蚓的。然后里面有这么一句评价，说还有没有其他动物像蚯蚓一样对世界历史如此重要？我表示怀疑。这话你一听就知道蚯蚓地位有多高了。好了，既然蚯蚓这么重要，而且生活当中经常能见到，那想必大家对它都很了解了。好像也不是。比如说蚯蚓的脸长什么样，有人见过吗？可能好多人连蚯蚓哪边是头哪边是尾都分不清楚更别说脸了。然后再一个，蚯蚓的再生能力也很迷，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所以被截断的蚯蚓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这个也得了解一下。另外还有它们奇妙的交配姿势独特的产卵方式，包括神秘的蚯蚓召唤术这些话题也都非常有意思。所以今天这期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蚯蚓。说目前已知的蚯蚓大约有6000多种，除了南极洲，每个大陆上都有。不过它们受不了冰冻，也很不耐旱，所以永久冻土和特别干的地方一般没有蚯蚓。那么咱常见的蚯蚓呢都不算大，差不多也就10几厘米、20厘米就很大了。不过世界上最大的蚯蚓你可能想不到有些甚至比蛇还要长。比如澳大利亚有种蚯蚓叫吉普斯兰大蚯蚓，被认为是已知最大的蚯蚓之一。它们竟然能长到3米长、2.5厘米粗，就很离谱。然后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的是南非一条蚯蚓，据说这家伙竟然达到了6.7米长，真的就是难以想象。那么生物学分类呢，蚯蚓属于环节动物门。这门之前说过一位，就是博比特蠕虫。博比特蠕虫也是环节动物门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身体都是一环一环分节的，这个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蚯蚓跟博比特蠕虫外观上呢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蚯蚓身上光溜溜的，博比特蠕虫毛茸茸的。那么这个区别也体现在它们的分类上。博比特蠕虫来自多毛纲，蚯蚓来自环带纲的寡毛亚纲，一个多毛一个寡毛，非常明显是吧？当然其实蚯蚓身上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毛，它们体壁上也有很多细小的小刚毛，基本上每一节都有。它们在土里钻来钻去的时候就靠这些小刚毛抓住土壤，配合它蠕动。所以蚯蚓属于是寡毛，但不是无毛。然后还有个事儿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就是蚯蚓的头在哪边。其实从形状来说蚯蚓看不出来有明显的头部，两头差不多。你要硬说的话，就是更尖一点、更细长一点，看着更像尾巴那边反而是头，这点比较怪异。当然分辨蚯蚓头部呢，还有个办法非常方便，就是看它们的环带。说蚯蚓所在的纲之所以叫环带纲就因为所有蚯蚓都有环带，这是它们的标志，有点像身上套了个宽戒指一样。这一小段一般颜色会稍微浅一点，稍微粗一点，然后看不太出来环纹，比较容易找到。那么这个环带的位置呢，总是会靠近头那一边，所以只要找到了环带你就知道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了，这比看形状靠谱多了。那么说蚯蚓脑袋就那么尖尖一点，它的脸到底长什么样呢？实际上可以说蚯蚓没有脸，因为它是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和鼻子，甚至就连触角都没有一根，整个脑袋就是一张嘴而已，根本犯不上用脸这个称呼。然后说蚯蚓的内部器官呢也特别简单，最主要的就是消化系统，从前面的嘴到后面的肛门基本就是根直管子，把口腔食道嗉囊、沙囊、肠子全都穿成一串，这就算完事了。它们体内大部分空间就装的这些。然后另外其他重要器官呢也都有，但是比例都非常非常小。比如说蚯蚓的大脑就不太当得起这个大字，因为它只有针尖那么大，实际上也就是2个神经节而已。然后蚯蚓的心脏呢也不是大家印象中那种心脏，它更像是一些比较粗的血管，一共5对，这就算是心脏了。另外呼吸方面蚯蚓就直接靠皮肤来呼吸，所以它们只能生活在湿润的地方，而且身上会分泌出粘液，保持体表的湿度，这么来获取氧气，并没有专门的呼吸器官。所以跟蚯蚓这些缩了水的重要器官相比呢，
反倒是它们的生殖器官特别有存在感。你要解剖蚯蚓的话，打眼就能看到，那几坨黄色的很显眼的，就是它们的精囊，比大脑啊、心脏这些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了，就说明蚯蚓在繁殖后代上投入的精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接下来咱就来说蚯蚓交配繁殖的事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独特。那么以前初中物理课有个知识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蚯蚓是雌雄同体一体受精的动物。为什么这个印象特别深呢？是因为当时很疑惑，心说你都雌雄同体了，自己生不就完了吗？干嘛还要费劲找别人帮忙呢？当时就很不理解。当然现在知道了是因为基因多样性对物种非常重要，所以才有必要搞一体受精。而且这是蚯蚓的基因里规定好的，他们不用上生物课也知道该这么做。不过其实来说就算同样是雌雄同体一体受精，它也有2种不同的方式。比如咱之前说过的有些扁虫，它们也是雌雄同体一体受精。说2只扁虫的交配方式呢，像是在击剑，两面刺来刺去的，最后谁被刺中了，被注射了精子，谁就当爸，获胜那位自然就是爹了，是这么个规则。不过蚯蚓这边呢就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规则是既当爹又当爸。说2条蚯蚓见面之后比那些个扁虫和谐多了，它们身上会凸出来2片小瓣膜，像2只胳膊一样，然后直接就抱在一起了，而且抱得特别特别紧，中间一点空隙都没有。不过它俩的姿势呢有点奇怪，是一个倒挂的姿势，一正一反像2根对接的麻绳一样，特别的新颖。然后姿势摆好之后，双方会各自释放精子，让它流到对方体内，在储精囊里储存起来。而且这个过程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得超过1个小时。等双方充分互换了精子，就算大功告成了。完事解开麻绳，自己回自己洞里去。然后说蚯蚓产卵怎么产呢？这也是它们的一大特色。刚才提到了它们的环带，这时候就用上了。说环带上会开始分泌一种粘稠的物质，主要成分是蛋白质。等分泌差不多了，蚯蚓会蠕动身体把它从头上退出去，有点像摘戒指一样。那么戒指划过生殖孔的时候呢，蚯蚓会趁机把自己的卵子和别人的精子装进去，然后从头上脱落下来，形成一个茧，这就是蚯蚓的卵。那么说蚯蚓一年可以产多少茧呢？这个不确定，有多有少。一般来说得有几十个，其中每个茧里大约有2个到10个卵，平均是5个左右。然后小蚯蚓生出来基本就跟成年蚯蚓长一个模样，只不过是微缩版的，还没长环带，而且它们身体的节数也都长齐了。比如成年蚯蚓有100节，那它一生出来就是100节，后面再怎么变大变长节数并不会增加。那么说到蚯蚓的体节呢，就得提一下它的再生能力。有人说你给它截成2段，它能长成2条完整的蚯蚓，也有人说只有头那段会重新长出尾巴来，没头那段很快就死掉了，有这么2种常见的说法。所以到底哪个对呢？其实来说都不怎么对。比如2011年的时候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就搞了个实验，来测试蚯蚓的再生能力。这个实验呢，总共设计了18种切法，有从前面切的，有从后面切的，还有2头切的，留下的体节数有多有少，看会发生什么。那么从结论来说呢，说只要留下的长度不是太少不管是掐头的，还是去尾的，还是掐头又去尾的，蚯蚓都有机会活下来。存活率主要看留下的体节数，跟掐头还是去尾关系不大。不过它们再生头部和尾部的时候呢，其实做不到完全再生，尤其是头部只能生出个小芽来，尾部稍微好一点，但90天也长不到2厘米。所以说把蚯蚓中间截断了还能恢复原状，那肯定是不可能，它们其实没那么厉害。好了，说完了蚯蚓的再生能力，该说它们最重要的能力了，就是改造世界的能力。那么说到蚯蚓的拿手好戏大家都知道，就是改良土壤，让土壤变得更疏松，更有肥力，这样才适合植物生长。然后你想，陆地上所有生命都离不开土生土长的植物是吧？所以达尔文才说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动物就是蚯蚓。可以说地球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机跟蚯蚓几亿年以来不间断的翻耕地球可能有很大关系。那么说到这儿，有观众要问了，说那么些动物生活在土壤里，为什么就单说蚯蚓重要呢？是因为它们的生存方式还真就是独一无二，没人替得了它们。说蚯蚓的主要食物就是地面上各种腐烂的叶子枯草、树皮之类的，都是植物的废弃物。那么自然状态下呢，这些有机废物要变成肥料的话，需要的时间会特别长，
而且就算变成了肥料，也基本都留在土壤的表层，植物的根吸收起来就不太方便，有这么2个问题。然后有了蚯蚓帮忙呢，情况就不一样了。说蚯蚓吃东西的时候是连叶子带土一起吃，完事消化系统把营养都消化吸收完了，再把代谢废物掺着土一起排出来。那么其中有些呢排在了地面上，大家都见过，就是看起来像一堆小圆球那些，这就是蚯蚓粪。那么根据科学家研究说蚯蚓粪跟周围的土壤相比它含氮量能高5倍，磷高7倍，钾高11倍，这个氮磷钾水平呢就是相当优质的肥料了。本来那些叶子可能要好几年才能变肥料，结果蚯蚓一出手当场就变了，这就是蚯蚓的作用。然后再一个呢，蚯蚓一边吃还一边钻来钻去的，它们这么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的，不但让土壤变得更疏松更透水透气了，还相当于把表层的养分给它混合到深层里去了，让土壤的肥力变得更均匀，植物的根系就更容易吸收到这些养分，这也是蚯蚓的好处。然后除此之外呢，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个好处，就是蚯蚓对土壤还有净化作用。说如果土壤里有什么有害化合物重金属之类的，那蚯蚓会把它们留在体内，排出来的蚯蚓粪里这些东西就少了，所以经过蚯蚓过滤的土壤就像做了无害化处理一样，会变得更健康，还有这么个好处。那么蚯蚓能力这么强大呢，就被开发出了一个专门的用途，就是蚯蚓堆肥。利用蚯蚓处理有机废物的能力，把厨余垃圾、菜叶果皮、枯草落叶之类的都给它转化成肥料，相当于变废为宝了，很值得提倡。所以如果你想种个花花草草有机蔬菜什么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蚯蚓堆肥。网络上有很多教程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这儿就不展开说了。那么至于堆肥用的蚯蚓呢，你可以去买，市面上也有卖的。不过如果你想自己抓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下面这个办法。那么有个现象大家可能遇到过，就是下过大雨之后经常看到有蚯蚓莫名其妙的爬到路上来，好多直接都被晒死了，特别奇怪，都看过是吧？所以蚯蚓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事呢？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蚯蚓是趴在洞里被淹死，有人说他们是趁地上湿赶紧出去找对象。总之目前还没有定论。不过还有个说法我觉得挺有意思，说会不会是雨点砸在地上动静太大，把它们给吓得跑出来了？那么这个说法乍一听不太可能是吧？因为蚯蚓根本就没有听觉，下雨声再大它们也听不到。不过要考虑到地面的震动呢，好像就有可能了，因为蚯蚓对震动真的是非常非常敏感。比如很久之前有这么个视频，说一位老农在地里插了根棍子，然后拿把锉刀在棍子上来回锉，他这一锉，棍子就开始震动了，还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完事附近的蚯蚓呢，竟然自己就钻出来了，随便捡，一会儿就能捡到一大堆蚯蚓，感觉特别神奇。所以蚯蚓真的会因为震动钻出来吗？你别说，还真是。而且这个事儿还被搞成比赛了。说英国有个地方叫维拉斯顿，这儿每年都会办一场抓蚯蚓比赛，参赛者会想尽办法震动地面，把蚯蚓给吓出来。有跺脚的，有跳舞的，有拿东西砸地的，反正各种各样千奇百怪都有。然后这么搞呢，蚯蚓确实会自己钻出来，最后看谁抓得多谁就赢了，是这么个奇葩的比赛。那么蚯蚓一震动就钻出来，肯定是害怕是吧？所以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呢？有人说他们是怕鼹鼠，因为鼹鼠特别喜欢吃蚯蚓，说蚯蚓一感觉到震动就以为是鼹鼠挖过来了，所以才赶紧爬出来。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猜测到底因为什么还没有定论。不过这个办法如果你想抓蚯蚓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比如有人就设计了一种工具，看起来还挺好用，制作也很简单，就是在木棍上削出一些缺口来，把它扎到地里，然后拿另外一根棍子在上面刮，这么来回刮制造震动，据说效果还不错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一下。那么说蚯蚓之所以重要除了改良土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因为从营养角度来说呢，蚯蚓体内蛋白质含量竟然高达 70%， 大约是牛肉的2-3倍，其他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也都不少，营养价值非常高。然后再加上蚯蚓这家伙大家都知道它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也没搞出点防御手段，就连最基本的你好歹有点毒性让别人吃了难受吧，它也没有，真就是闭着眼都可以吃是吧？所以自然界很多动物就盯上它们了，尤其是挖土谋生那些家伙比如说獾鼹鼠刺猬、野猪之类的，它们吃蚯蚓最多。然后再加上各种鸟类、各种蛇虫鼠蚁也都会吃蚯蚓，
可以说蚯蚓在食物链当中那也是相当重要了。那么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好奇人类吃不吃蚯蚓？那么人类呢，其实也有吃的，比如新西兰的毛利人有种传统美食叫 Nok， 食材就是蚯蚓，就是曾经属于是高档料理啊，过去只有酋长才能吃，最近一些传统美食节上也能见到了，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尝一下，是吧？然后咱们这边虽然不怎么吃蚯蚓啊，但是中药里面有蚯蚓，蚯蚓在中药里叫地龙，很久以前我还真吃过一次，当时我记得是发高烧，吃的中药里有地龙。后来管没管用忘了啊，反正就记得特别难吃，又苦又腥那种，所以拿来当食材这事儿我看还是算了。毕竟你想蚯蚓对世界多重要是吧？还得给咱翻地，给咱堆肥，这才是正事儿。所以不去钓鱼的话，还是尽量别打扰人家了。